结婚当天，婆婆逼我伴侣给丈夫骑，她说这是村子里的习俗，只有这样才能家庭和睦。为了我婚礼上的亲戚朋友们，我忍了下来也照做了。可没想到更过分的还在后头。我是城里工人家庭的女儿，吃的是商品粮，住的是砖瓦楼房。嫁到这个村子之前，以为自己是嫁给了爱情，可天还没亮，婆婆的声音就像锥子一样扎进耳朵。起来，驴都起了，你还躺着？我迷迷糊糊睁眼，窗外漆黑一片。昨晚闹洞房折腾到半夜，我推了推身边的老公陆远征，他还在睡。婆婆在门外又拍了2下，听见没？先去喂驴，再烧火做饭，一家子等着吃呢。新媳妇第1天就赖床，传出去你不嫌丢人，我还嫌呢。我咬了咬牙，穿上衣服出了门。院子里黑黢黢的，那头铝栓在槽边，我哆哆嗦嗦的往槽里倒了草料，又被婆婆指使去灶房烧火，熬上苞米糊糊，又蒸了一锅杂面馍，切了咸菜，忙活到天大亮，总算把饭端上了桌。公公坐上席，婆婆坐旁边，我刚要拉凳子，婆婆一巴掌拍在桌上。你坐什么坐？新媳妇头3个月不上桌，这是规矩。我愣住了，一桌子人没有一个替我说话的。陆远征低着头扒饭，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婆婆从锅底刮了一碗刷锅水，泡了块干馍，推到我面前。先苦后甜，吃了这个才能生男娃。我低下头，眼前是一碗浑浊的刷锅水，泛着可疑的灰黄色，几粒苞米碴子浮在表面，里面泡着的那块干馍已然膨胀成一种令人作呕的形状。我端起碗，粗陶碗边冰凉，我的手不可抑制地发抖。陆远征终于开口了：婉儿，你先将就一下，咱妈也是为你好。为我好。我看着他那张曾经让我心动的温文尔雅的脸，突然觉得有点陌生。这个人3年前在学校对我说，你是我见过最好看的城里姑娘。他写情书送野花，说将来一定让我过上好日子。可现在他连让我上桌吃口热饭的勇气都没有。我把那碗刷锅水摔在地上，我不吃。碗碎了，婆婆脸也碎了。她一拍桌子站起来，手指头戳到我脸上。反了你了！当初要不是我儿子看上你，你一个城里姑娘谁稀罕？啥重活都干不了，还这么矫情。弟弟陆守成在旁边嘿嘿笑着，妹妹陆小琴躲在门后看热闹，公公闷头吃饭，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而陆远征，我的新婚丈夫，他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我看了他一眼，他回了我一个你先忍忍的眼神。忍？凭什么忍？我转身回了房间，把门从里面拴上了。门拴上了，婆婆的声音却没有停。她站在门外骂了足足1刻钟。城里姑娘又怎么样？进了我陆家的门，龙给我盘着，虎给我卧着。陆远征自始至终没有出来替我说一句话。中午的时候，婆婆又找上来了，门口那堆柴该劈了，院子也该扫了，你在屋里闷着算怎么回事？远征在学校教书挣钱养家，你在家连个活都不干。我没应声，他在外面又说我。告诉你，林书婉，我们陆家不养吃闲饭的人，你不干活就别想吃饭。果然到了晚饭时间，他只做了4个人的饭，桌上4碗面，4双筷子，没有我的。我站在房门口看着这一幕，到了后半夜，肚子饿得睡不着，摸黑去灶房想找点东西吃，刚揭开锅盖，婆婆不知从哪冒出来，啪的打到我的手。锅里是明早的馍，你碰什么？想吃饭？明天早起干活，干了活才有饭吃，不干就饿着。这个家不养闲人。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他不是老脑筋，不是规矩多，他是故意的。他要在我进门的头几天把我的性子磨掉，让我知道在这个家里谁说了算。就像磨坊里的驴，先蒙上眼睛，套上龙头，转几圈就老实了。可我不是驴，我们只办了婚礼，还没领证，我还可以走。我回了房间，陆远征已经睡下，我坐在炕边，脑子飞速的转着嫁妆，还有我妈给我压箱底的600块钱，这些东西不能留在这。第2天天没亮我就起了，婆婆看见我出来，脸上露出满意的笑。这就对了嘛，来，先把驴喂了，再帮妈把粥搅一搅。我没去喂驴，也没搅粥，我站在堂屋中间说了一句话：我要回城。一桌子人全愣了，婆婆第一个反应过来。回城？你想都别想，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嫁妆是我的，我要带走。嫁妆？你人都是陆家的，嫁妆还想带走？做梦！婆婆拍着大腿，唾沫星子飞到我脸上。公公闷头扒了口粥，头都没抬。听你妈的，别闹！陆守成嘿嘿笑了2声，筷子敲着碗边。嫂子，你就别犟了，我们村嫁进来的媳妇哪个不是这么过来的？陆远征坐在桌边，筷子夹着咸菜，一声不吭。我看了他一眼，他低着头，像没听见一样。这个家没有一个人站在我这边。嫁妆是我爸妈掏的钱，跟你们陆家没有关系，东西我要带走。你走一个试试，出了这个门，你就是陆家的讨媳，10里8乡都给你传遍了，看谁还要你。我没跟他争，转身回了屋，把门从里面拴上。婆婆在外面骂了半个钟头，从我不懂事骂到我克夫，从嫌我嫁妆少骂到嫌我命硬，最后总结了一句：告诉你，林书婉，你嫁进来就是陆家的驴，驴不干活就得挨鞭子。你今天敢出这个门，我让你爸妈在厂里抬不起头来。我没吭声，铺开只给我爸妈写了一封信，信写好了，揣在怀里。中午趁婆婆打盹的功夫，溜到村口，找到赶集卖菜的老乡，塞了5毛钱，托他把信捎到城里。那3天家里像架在火上烤，婆婆不给我吃饭，早饭没我的碗，午饭没我的筷子，晚饭剩的半锅粥，她当着我的面倒进了猪食桶里。你想走，饿你3天，看你还有没有力气走。陆远征放学回来，看见灶台上没有我的碗，皱了皱眉，进了屋。婉儿，你先低个头，跟妈认个错，饭就有了。
我靠在炕头，声音很轻。陆远征，你妈不给我吃饭，你看见了？我跟妈说了，她脾气急，你别跟她一般见识。你跟你妈说了？说什么了？我说你从小在城里长大，吃不惯粗粮，让她给你单独做点。我看着他，等他说下一句，他没有下一句了。他转身出去，端了一碗糊糊进来，放在炕沿上。你先吃点，别饿坏了。我低头一看，碗沿上还沾着猪食桶边的玉米皮。这碗糊糊是从猪食桶里捞出来的。婉儿，你别多想，妈就是气头上，你先对付一口。我不吃，你端走。你怎么这么犟的？我犟。陆远征，你妈拿猪食喂我，你让我对付一口。他不说话了，端着碗站了一会，转身出去了。门在他身后关上，我听见他在门外叹了口气。第三天天刚亮，院门外传来卡车发动机的响声。我扒着窗户一看，我爸还有厂里2个工友从卡车上跳下来，连铁轻着，二话没说进了院子。婆婆从灶房冲出来，看见我爸，愣了一瞬，马上叉起腰。亲家公来了，有什么事啊？你闺女在我这儿过得可好了，地不用下，活不用干。我爸没理他，直接进了我屋，看见我靠在炕头，脸色发白，嘴唇干裂。我爸的手抖了一下，走。他转身出去，开始搬东西，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还有我带来的那口樟木箱子。工友们一趟一趟往卡车上搬，婆婆拦在缝纫机前面，2只手把机子按住。你干什么？这是陆家的东西，嫁妆进了门就是陆家的，你敢搬一个试试？林父把缝纫机从他手底下一把拽出来，推给工友。我给我闺女置办的东西，什么时候成了你陆家的？你闺女嫁进来的人都是陆家的，东西自然也是陆家的。你城里人了不起，城里人就能不讲理？公公从屋里出来，站在台阶上，没动手也没拦，就站着。亲家，有话好好说，闺女嫁进来了，有什么事坐下来商量商量。商量？我闺女3天没吃饭，瘦成这样，你跟我商量了吗？公公不吭声了。陆守成从屋里探出头，被我爸一个眼神瞪了回去。陆小琴躲在灶房门口，大气不敢出。婆婆看不住缝纫机，转身扑到自行车上，抱着后座不撒手。这车是远征上班要骑的，你搬走了，远征怎么去学校？他误了学生上课，你负责。林父一使劲，连人带车拽开，工友把自行车架上卡车，婆婆被拖了个趔趄，坐在地上开始嚎：来人啊！城里人欺负人了，抢东西了，还有没有王法啦？邻居家有人探出头来看，但没人出来。二婶趴在墙头看了一眼，缩回去了，东西全搬上了车。我爸转身进了屋，把我从炕上扶起来，我腿软走了2步，差点栽倒。工友过来搭了把手，婆婆见状，从地上一咕噜爬起来，冲过来死死拽住卡车车门。人不能走，他是我陆家的人，你把人带走就是抢人，我要去公社告你。林父一把推开他，我闺女不是给你家当驴使的，东西我带走，人也带走。婆婆被推得往后踉跄了2步，一屁股坐在地上。这回是真好，不是撒泼的那种，是气急败坏又无计可施的那种。她拍着大腿，嗓子都劈了。老天爷啊，我这是什么命啊？娶个媳妇是来祸害我的。陆守成从屋里探出半个身子，被他爹瞪了一眼，又缩回去了。陆小琴站在灶房门口，2只手绞着围裙，嘴抿得紧紧的。陆守成跑出来，站在院门口抄着手看。陆小琴不知道什么时候跑到了村口的老槐树下，远远地站着，像一根钉在地上的木桩。车开出村口的时候，迎面碰上了陆远征。他看见卡车，愣了一下，嘴微微张着，眼睛直直地盯着车厢里的缝纫机和樟木箱子。风把他那件灰扑扑的中山装吹得鼓起来，他像一棵被连根拔起又随手插回去的庄稼，蔫头耷脑地僵在路边。那天回城的路上，我爸一路没说话，快到家的时候他才开口：我和你妈当初就不该答应这门亲事。我没吭声，靠着车窗看外面的路，心里空落落的，不是后悔，是觉得自己傻，谈了3年居然没看透一个人。我以为这事就算完了，没想到第5天，陆远征追到了城里，他站在我家楼下站了整整1天。邻居说他在外面站了1天饭也没吃，我没理。第2天他还在，第3天还在。邻居开始议论，说我们家姑娘嫁了人又跑回来了，是不是有什么毛病？我妈扛不住了。婉儿，你下去见见她吧，不管怎么说，好歹问清楚。我下了楼，他瘦了一圈，嘴唇干裂，眼睛布满血丝，一看见我，他扑通跪下了。婉儿，是我不好，我回去把他狠狠骂了一顿，他再也不敢了。你看，我写了保证书，我保证。他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什么保证不让媳妇干重活，什么保证让媳妇上桌吃饭，什么保证不让我妈欺负媳妇，末尾还摁了个红手印。婉儿，我是真心对你好的，这辈子我就认你一个，你要是不回去，我就一直在这儿跪着。我妈心软了，拉着我进屋商量。这孩子态度倒是诚恳，你看他都跪下了。我没说话，我心里在想另一件事。从新婚夜到现在，有些事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陆远征当初在学校追我的时候，追得太用力了，打听我家几口人，住什么房子，我爸在什么厂，吃不吃商品粮，问得比查户口还细。我当时没往心里去，现在回头想想，那些话怎么听怎么像在摸底。我决定给他一个考察期，不是心软，是要弄清楚他到底图什么。行，我给你3个月的时间，这3个月我不回村，你每个月来城里看我一次，让我看看
看你的诚意，但有一条，你妈要是再作妖，咱俩就彻底完。陆远征满口答应，千恩万谢的走了。临走时腰弯的快贴到地上，跟来时判若两人。我站在楼上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心想：陆远征，你到底是不是真心的？我很快就会知道。考察期头1个月，陆远征来了2趟，每次都大包小包，山货、鸡蛋、核桃，恨不得把整个村子搬来。他在我家端茶倒水，帮我爸修水龙头，帮我妈擦窗户，表现的一点毛病没有。我爸妈的态度肉眼可见的缓和了，但有一回，他不经意说了句话，让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吃完饭，他站在阳台上，看着对面那排楼房，感慨了一句：婉儿，咱爸这房子真宽敞，要是以后我爸妈年纪大了，来城里住，也住得开吧。他马上意识到说漏了嘴，赶紧补了一句：我就是随口说说，不是那个意思。随口说说，3年了，这种随口的话，他说的太多了。以前我被情蒙了眼，没当回事，现在擦亮了再听，每一句都扎心。还有一回更过分，他帮我妈洗碗的时候，跟我妈拉家常，聊着聊着，话题就拐到了厂里招工的事上。妈，听说厂里最近在招一批临时工，我们村好几个年轻人都想出来闯闯，就是没门路。林母随口应了句是，陆远征又接了一句：要是我弟守晨能来厂里上班就好了，他在村里也没什么出路。妈，你看能不能帮忙问问？我站在门后听得清清楚楚，手里的杯子捏得发白。每次来他都要提一嘴，有时候是守城的工作，有时候是小琴的户口，话说的不重，但每一句都在试探我家的底线。第2个月他又来了一趟，这次带了一坛子婆婆腌的咸菜，他说婆婆特意让他带来的，是赔罪的意思。打开盖子一看，腌的酷咸，根本没法吃，但他说的诚恳，我妈收下了，还夸了2句婆婆有心。晚上临走的时候，他拉着我的手，压低了声音：婉儿，3个月太长了，我在学校天天想你，要不你提前回去吧，咱先把证领了，领了证才算数。村里人都议论呢，说咱办了酒席，没领证跟没结婚一样。我心里一紧，又是领证。以前我只觉得他是心急，现在回想起来，这份急切里头不是爱，是怕我跑了，怕到手的鸭子飞了。我笑了笑，没答应也没拒绝。再等等，不急。第2个月快结束的时候，我去乡镇上给陆远征送冬衣。他在乡镇小学当民办教师，住在学校后面的宿舍里。我到的时候，他正在上课，我就在宿舍里等他。宿舍很小，一张木板床，一张桌子，桌上堆满了书和作业本。我想帮他收拾一下，把棉衣放进柜子里，手伸进去的时候，碰到了一个铁盒子。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沓信，信是婆婆写的，一共7、8封。从我跟陆远征谈对象开始，一封不落。我坐在床沿，一封一封地看，越看手越凉。第1封信写的是：听说那个城里姑娘家里吃商品粮，她爸在厂里当干部，家里有套砖瓦楼房，这门亲事说什么都得成。第2封更直白：你先把人稳住，等结了婚领了证，让他把户口迁过来，不划算就想办法把咱家的人迁过去。你弟守城和小琴的户口要是能农转非，这辈子就不用在地里刨食了。后面几封信越写越细，怎么哄我，怎么在我爸妈面前表现，甚至连怎么让我怀孕好拴住我的步骤都写了。我把信一封封叠好，放回铁盒子里，手凉的刺骨，心更是沉到了冰底。原来从头到尾，我就是一只被盯上的肥羊。陆远征的深情苦等，下跪保证书，全是演的。他要的是我的户口、房子、商品粮。陆远征下课回来了，推门看见我坐在床边，笑着叫我回来了。婉儿，你来的路上冷不冷？我给你倒杯热水。他殷勤地给我倒水，嘘寒问暖。我看着他温柔的笑脸，第一次觉得这张脸像一张面具，揭开下面全是算计。我接过水杯，笑了笑。远征，我想了想，3个月太长了，我想提前回村认认亲。他眼睛一亮，又怕表现得太急，赶紧压了压。真的？那太好了。不过你确定吗？你不是写了保证书吗？我信你。他握住我的手，感动得不行。婉儿，我也握着他的手，心里却比这3、9天的河水还凉。陆远征，你算计我，我会让你赔上一切，但不是现在，我要一步一步来。临走时，我特意又去了趟宿舍，趁他送我出门，折返回来，把那些信件全部抄了一遍。抄完信件，我把铁盒原样放回，没留下一丝痕迹。原件不能动，动了他会起疑心。我把抄件叠好，揣在棉袄内衬里，骑上车头也不回的走了。腊月23小年，我跟着陆远征回了村，婆婆在门口迎我，脸上挂着笑，那笑比腊月的风还假。哎呀，婉儿回来了。我笑着应了，进了院子一看，家里杀了只鸡，这在农村算大阵仗了。婆婆围着我转，嘘寒问暖，一口一个闺女叫着，跟换了个人似的。吃饭的时候，我被安排上了桌，婆婆亲自给我夹鸡腿，她以为我已经被驯服了，殊不知好戏才刚开场。不过这假和气没维持多久，饭吃到一半，婆婆话锋一转，状似随意的提了一嘴：婉儿啊，远征在学校教书，工资不高，你爸在厂里当干部，能不能帮远征在城里也找个活干？远征要是进了城，你们小两口不就团聚了吗？我筷子没停，笑着回了句：妈，这事不急，远征在学校教得好好的，先干着呗。婆婆又追了一句：还有守城也不小了，你看看你爸那边有没有招工的名额？我心里冷笑，来了，信里写的那些计划，他迫不及待的要往前推了。我没接话，低头扒饭。陆远征在旁边打了个圆场。妈，婉儿刚回来，
这些事以后再说。到了晚上，更让我恶心的事来了。回了房间，陆远征突然搂住我，凑到耳边说：“婉儿，趁这次回来，咱把证领了吧。我都打听好了，公社明天有人上班，咱去把手续办了。”我心里一紧，面上没露。急什么？过完年再说呗。不急不行啊，领了证才算数，不然村里人老议论说咱俩办了酒席，没领证，跟没结婚一样。他说的情真意切，眼睛里满是深情，可我脑子里全是那封信上的话。等领了证，生米煮成熟饭，他跑都跑不了。我笑了笑，往他怀里靠了靠。好，听你的。黑暗里，我睁着眼，比任何时候都清醒。领证、做梦，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办。饭桌上，公公、弟弟、陆守成、妹妹小琴都在。我端起酒杯，一个个敬过去。爹，我敬您一杯，以后我和远征好好孝敬您。公公咧嘴笑了，我又转向陆守成。守成弟，听说你在大队里干活，辛苦了。陆守成嘿嘿一笑，挠了挠头。我不经意地提了一句：“对了，守成弟，你之前在公社粮站干过吧？远征跟我提过，说弟弟能干，粮站那边都夸你。”这话一出，陆守成脸色变了变，含糊地说：“没干多久就帮了几天忙。”婆婆赶紧岔开话题：“来来来，吃菜吃菜，别光说话。”我心里记下了他们一家的反应。陆守成在粮站的事不简单。第二天，我主动提出去隔壁村认亲戚，婆婆高兴的不行，张罗着让陆远征带我去。我们先去了陆远征的二叔家，又去了他三姑家。我嘴甜手脚也勤快，见了人就喊。长辈们都说老陆家娶了个好媳妇，在三姑家，我跟三姑拉家常。三姑，远征是民办教师，我骄傲，他是全村第一个高中生。三姑笑了笑，笑容很勉强。三姑看看陆远征，又看看我。三姑欲言又止，我故意追问：“三姑怎么了？是不是有事？”三姑犹豫了好一会，没什么，也不是什么大事。陆远征脸色微变，赶紧劝阻：“三姑，别听婉儿瞎问。”我笑了笑，便不再追问。回去路上，我借口肚子不舒服，我让陆远征先走，独自折返。三姑看到我回来，十分惊讶：“婉儿，你怎么回来了？”三姑，就咱俩说，你有话没说完。三姑叹气，官员们拉我进里屋，远征的名额是抢周大牛的，我心里一紧。陆远征教师身份根子不干净。三姑，谢谢你，我不会往外说。晚上回陆家，妈，我听说公社粮仓丢粮食了，至今没查出是谁干的。这话像炸弹扔进饭桌，婆婆脸白了。陆守成筷子掉落，公公抬头看婆婆，满眼慌张。陆远征看看妈，又看看我，皱眉头。这顿饭吃得鸡飞狗跳，我心里却无比踏实。陆守成偷粮是真的，是婆婆压下来了。我握着2张牌，还有信件，足够扒光陆家一家人的脸皮。正月初5，婆婆请亲戚吃饭，说是给我正式认亲，来了很多亲戚，二叔三姑都在。屋里摆2桌，院子摆1桌。我穿新棉袄，挨桌敬酒。婆婆看我得体，难得笑了。酒过3巡，气氛热闹起来，男的吹牛，女的拉家常。我端杯走到周大牛堂叔面前：“周叔，我敬您一杯。大牛哥当年是读书的料，可惜他没赶上好时候。”周叔笑容淡了，看看公公和陆远征，闷声喝了一杯酒。我听说民办教师要清查资格，不知这消息是真还是假？这话所有人都听见了。周叔眼睛一亮，公公笑僵住了，婆婆筷子啪的掉在桌上。陆远征站起来，脸色很难看。我没忘，大牛憋屈好几年，他现在还在地里刨食，不是你家抢名额，他是教师。亲戚们交头接耳，小声议论。婆婆急了，嗓门拔高8度：“胡说八道！我儿凭本事考上的，周家就是红眼病来闹事，还有没有王法了？”周叔根本不吃婆婆这套。陆远征看我目光复杂，他大概怀疑，但顾不上追究。陆远征陪笑，想压下场面。周家火气不是好话能灭的，我又不经意添了一把火。大过年的别吵了，我听说公社要查粮仓失窃了，有人举报，过完年就来查。陆守成脸刷白，婆婆说不出话，公公猛地站起来，凳子倒地，全场目光集中到陆守成身上。二婶嘴快，低声说了一句话：“嫂子，守成去年在粮站帮工，我当时就听说丢粮食了。”婆婆瞬间暴跳如雷：“你放屁！守成没偷粮食，你这是血口喷人！”越辩解越显得心虚，亲戚们目光越来越异样，有人回忆丢粮食，怀疑陆守成，可是大家都没有证据。好一个陆家大儿子抢名额，小儿子偷公社粮食，公公拉不住劝架的二叔被推了一把，还翻出了旧账。陆守成想跑，被大牛拽住。陆远征脸色铁青，冲着我喊：“林书婉，是你挑起来的，对不对？你到底想干什么？”我一脸无辜地看着他。远征，我就随口说2句话，怎么就闹成这样了？这些事都是村里人说的。陆远征被我噎得说不出话，他知道是旧账，没法怪我。这场宴席最后不欢而散。周家扬言去公社讨说法，二叔一家和婆婆彻底翻脸。你还好意思说我给你粮食？我给了你整整2袋粮食。亲戚翻旧账，谁欠谁谁坑谁全吵出来，吵声整个村子都能听见。我站院门口看闹剧，心里平静。消息传得快，公社开工来调查，查远征资格和粮仓失窃事。公社来2个人驻大队3天，挨家挨户询问情况。陆远征被叫去谈了2次话，回来脸色灰败，像丢了魂。婆婆在家骂天骂地骂旁人，骂我，被陆远征拦住：“别骂了，骂谁都没用。”公社调查结果很快出来，远征名额是走关系抢的，公社撤销远征教师资格，陆守成偷粮事实确凿，被带走接受审查。陆远征丢了民办教师饭碗，这消息对他是灭顶之灾。农村青年当教师是翻身指望，没身份他就是普通泥腿子。城市户口商品粮全程泡饮，岳父家的房子也没指望了。他回家时，我在院子晒被子，他眼睛通红，抓着我的胳膊：“宴会上的话是你故意说的，
粮仓事是你策划的？我看着他，神色不慌不忙。陆远征，你做的事心里没数，名额是你抢的，粮是你地偷的，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该交代为什么娶我。他愣了一下，我掏出信抄件，我一页页摊在他面前。认识吗？你妈给你写的信。认识吗？你妈给你写的信，从第一封就算计我的户口，算计我的房子和商品粮，谈恋爱真心都是演的。陆远征，你把我当什么？提线木偶还是待宰肥羊？陆远征脸一阵红一阵白，他一把过来抢那些纸。你竟然翻我的东西！我不光翻了，还全部抄了。原件在你宿舍铁盒子里，抄件在我手上，可以跟你对峙。他站着，胸口剧烈起伏，表情从愤怒变恐惧，再变狰狞。林书婉，你这个人够狠！陆远征彻底崩溃，掀翻桌子，碗碟碎了一地，一片狼藉。林书婉，你毁了我，你毁了我一辈子！婆婆冲出来，见此景嚎啕大哭。天哪，造了什么孽啊！林书婉，你这个扫把星，你是来克我们陆家的？我站在原地一动也没动。陆远征扑过来要掐我脖子，他眼睛通红，像被逼疯的野兽。他手掐过来，我把剪刀扎向他小臂，他惨叫松手，血顺着胳膊淌。婆婆尖叫着朝我扑过来，杀人了！林书婉要杀我儿子。陆远征，是你动手在先，我这是正当防卫。院外有人看着，二婶家开窗，二婶趴墙头看，满脸惊恐。路过的村民也停下了脚步。我转身往村口走，高声呼救：救命啊！围过来的人变得越来越多，我脖子上有通红的掐痕，谁看了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婆婆追来想拦，被邻居拉住，我直接去大队让人带话，我要去公社的执法所报官。执法人员来，陆远征没跑，他坐在碎碗片间，没了力气，胳膊血止了，人没了精神。我叙述事情的来龙去脉，从他掐我脖子开始说起。二婶和村民都为我作证，执法人员看伤痕记录在案。后来县里调查结果下来，远征抢名额的事被查实，信件和公社调查结果印证，加上他对我的施暴，数罪并罚。陆远征最终被判了3年。判决下来，婆婆坐执法所门口，婆婆哭哑了嗓子，不停骂我：你是毒蝎子，是丧门星，你克我们陆家！我从他身边走过，没有停留。公公卖驴换钱想找关系，可最后一点用都没有。陆守成被公社关了几个月，小秦草草嫁了外村老光棍，跑了。婆婆手破院子，没了当年威风。我终于回到了城里，搬回爸妈家，妈炖了排骨汤，我端碗喝，一口暖到胃里。想起新婚的那碗刷锅水，我鼻子一酸，眼泪掉碗里。我妈问我怎么了，我摇了摇头，又笑了笑，没事，在家吃个饭真好。我妈眼圈红了，放下筷子。我爸沉默了好一会，以后的路自己好好走，别怨谁，也别怕谁。我和陆远征只办酒席，没领证，法律上不算结婚，无需离婚。我让人带话给陆家，林家与陆家再无任何瓜葛。回城里，我去厂里上班，大托关系调我去厂办做文书，日子一天天慢慢变好，我不再做磨坊转圈的梦。2年后，厂里来新工程师沈云洲，他从省城调来支援技术改造，他戴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笑起来有2个小酒窝。第一次见面，他撞到我洒落图纸，对不住，没看见路。我蹲下来帮他捡图纸，2人的手不小心碰到一起，他缩回手，耳朵尖红了。我觉得他这人笨手笨脚，后来知道他是省城高材生，他设计的图纸厂长都称赞，他只在我面前显得笨拙。沈云洲追我的方式很笨拙，他不像陆远征满是套路，沈云洲是实打实的对我好，每天给我带苹果，帮我修自行车，食堂给我多打1勺菜，被发现还装作若无其事。我妈看出苗头，悄悄问我那个沈工程师你觉得怎么样？我听了之后没有吭声。我妈又继续说了起来，他家省城，爸妈都是教书的，家风正，人没坏心思。我妈这话戳中了我的心。陆远征的深情背后是算计，沈云洲眼睛清澈，像老家的河。我没急着答应，观察他很久。半年后，沈云洲来我家提亲，他穿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头发梳整齐，紧张到手抖。他结结巴巴跟我爸说话，叔叔，我想跟林书婉处对象，我家条件一般，但会对她好，我不会让林书婉受委屈。我爸看看他，半天问了一句话：你知道他以前的事吗？知道，不是他的错，是别人不好。我爸点了点头，没再说话。第2年春天，我和沈云洲领证，办了一场简简单单的婚礼，无繁复规矩，无刁难花样。沈云洲爸妈从省城赶来，他妈拉着我的手，轻声说：闺女，你就是我亲闺女，到我家没人让你受委屈。我笑着叫妈，心甘情愿。我和沈云洲日子安安稳稳，他忙技术，我管家务，下班2人一起做饭散步。他从不让我一个人干活，我做饭他洗碗，我洗衣他扫地，我炒菜咸了他也不嫌弃。咸点正好下饭。婚后不久，我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我们给她取名为念情。日子慢慢过着，平淡而幸福。在得知陆家的事，是从回村探亲的邻居嘴里听说的。陆远征出狱那天，没人去接，婆婆像是突然老了10岁，头发全白，精神也失常了。公公得病没钱看，最后走了。陆守成出来后受不了指点，一声不吭跑去南边。听说他是去南边打工，好喝酒，日子过得紧巴巴。陆远征回村，见院子荒草半人高，驴卖了，磨盘落满灰尘。婆婆见他回来，愣了愣大哭。陆远征站院子看废弃磨盘，他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他没了身份、媳妇和指望，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村里人见他都绕着走，没人愿意和他打交道。他去镇上找活，没人要他。他蹲在磨坊破墙根陪疯老娘。女儿沈念晴2岁生日那天，我们一家3口在照相馆拍了张全家福。我穿着沈云洲送我的碎花裙子，他穿着熨贴的白衬衫。女儿坐在我们中间，手里攥着爸爸买的铁皮小青蛙。摄影师按下快门的时候，念晴正好
快门的时候，念晴正好咧嘴笑，露出刚长齐的几颗小米牙。照片洗出来，我爸妈捧着看了又看，说我们仨像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都有一样的笑模样。日子像浸在蜜糖里，缓慢的化开。沈云舟还是老样子，上班画图，下班带娃，抢着洗完扫地，夜里给念晴读小人书。念晴睡着了，他就坐在灯下看书，或者帮我绕毛线。我织毛衣，他两手撑着线，一圈一圈绕成饱满的线团。窗外的枇杷树绿了又黄，结了果子。沈云舟摘下来，熬成枇杷膏，说我嗓子容易干，备着润喉。我以为这样的平静会一直持续下去，可是有些阴影并不会因为阳光太盛就彻底消失，他们只是蜷缩在角落，等待着反扑的时机。最先带来不安消息的，市场里食堂打菜的王大姐，她男人是跑长途的，天南地北的消息灵通。那天下班打饭，她舀了一大勺红烧肉扣进我饭盒，压低了声：“舒婉，你听说了没？就你们村那个姓陆的放出来了。”我握饭，姓陆的放出来了。我握饭盒的手顿了一下，就道了声谢，端着饭盒走回办公室。红烧肉的香气突然有点腻人。沈云舟那天加班，我接了念晴回家，给她喂饭洗澡，哄睡了，坐在客厅里等。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声音格外清晰。我拿起毛衣针，想继续织沈云舟的毛裤，针脚却总错，拆了2回，索性放下。母亲也听说了这事，打来电话，声音里带着不易察觉的担忧，只是反复叮嘱晚上下班早点回家，门窗关好。父亲接过电话，舒婉，不管什么事，家人永远在你背后。他们没有多问，但那份沉甸甸的牵挂顺着电话线传来，使我安定了许多。9点多，沈云舟回来了，带着一身秋夜的凉气。他看见我坐在黑暗里，没开大灯，只亮了盏小台灯，愣了一下。怎么还没睡？念晴闹了。我摇摇头，把王大姐的话告诉了她。她沉默地听我说完，脱外套的动作停在那里，好一会儿，她才走过来，握住我冰凉的手。她的手很大，很暖。别怕，有我在。他声音很稳，像平时给我讲解图纸上某个复杂部件一样。他出来了，是法律上的服刑期满，但这不意味着往事一笔勾销，更不意味着他可以再来打扰我们的生活。他看着我，眼神清澈坚定。舒婉，我们得有个准备，我不想你再因为他有一丝一毫的不安和风险。那一晚，我们商量到很晚，像部署一场战役。沈云舟托省城的朋友买了一个小巧的进口录音机，能放在挎包里，还有几盒空白磁带。他检查了家里的门窗锁，他如果加班，一定会让同事送我到家门口。念晴的幼儿园，我们也悄悄跟老师打了招呼，除了我们和姥姥姥爷，任何人不能接走。我还把当年那些信件的抄件从箱底翻出来，和录音机放在一起。这些不是武器，是盾牌，是界限。我对自己说，林舒婉，你不是当年那个手足无措，只能写信求救的姑娘了，你有力量和勇气去应对。最初的半个月风平浪静，我几乎要以为王大姐的消息有误，或者陆远征经过牢狱之灾已经彻底死心，但不安的感觉始终隐隐存在。先是念晴从幼儿园回来，说有个不认识的叔叔在栅栏外面看他玩滑梯，老师赶过去，人就不见了。我只当是孩子敏感或者巧合。接着我下夜班，走在从厂区到家属楼那段路灯昏暗的小路上，总觉得身后有脚步声，不紧不慢地跟着。我快他也快，我慢他也慢。我猛地回头，只有被风吹得摇晃的树影和空荡荡的马路。我握紧了挎包里的螺丝刀，那是沈云舟给我备着的。心跳得厉害，但脚步没停，直到走进家属院明亮的大门，那股如芒在背的感觉才消失。然后是家门口出现的烟头，不是沈云舟常抽的牌子，胡乱摁灭在水泥地上。还有一天清晨，我开门拿牛奶，发现奶箱的把手上用粉笔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圈，里面打了个叉，像某种拙劣的诅咒标记。我用抹布用力擦掉了，心里那根弦绷到了最紧。他知道我住哪里，他在观察，在试探。沈云舟的脸色也凝重起来，他通过厂里的保卫科向辖区派出所报了备，说明了大致情况。民警做了记录，说会加强这一片的巡逻，但也表示没有实质性伤害行为，很难处理，让我们自己多注意，可以收集证据。真正的第一击在一个周末的午后到来，我和沈云舟带念晴去公园玩，回来时邻居刘婶等在单元门口，脸色有点怪。舒婉，有你的信塞门缝里的，我看到就给拿出来了。他递过来一个牛皮纸信封，没有邮票，没有寄信人。我心里一沉，道了谢接过。沈云舟把念晴先送上楼，我站在楼下，深吸一口气，撕开了信封，里面只有一张从练习本上撕下来的纸，纸上用同样的字迹写满了恶毒的诅咒，每一个字都像淬了毒的针扎进眼睛里。我捏着纸，只有一股怒火从心底窜起，他竟然还敢用这些肮脏的字眼来玷污我现在的生活。沈云舟下来了，拿过信纸看了一眼，脸色瞬间铁青，他腮边的肌肉绷紧了。我去找他。我拉住他的胳膊，别去，他等的就是这个。我看着他，眼神冷静。云舟，记得我们商量好的吗？让他上蹿下跳，我们只要证据。沈云舟胸膛起伏了几下，慢慢平静下来。他点点头，把那张纸小心折好，放回信封。我去买个照相机，下次连人带信一起拍下来。我摇摇头，从挎包里拿出那个小巧的录音机，按下停止键，又倒回去一点，按下播放键，沙沙的噪音后，是我刚才拆信前清晰的声音。1985年10月20号下午3点左右，收到匿名恐吓信，一封信的内容涉嫌侮辱诽谤。然后是我读信时略微压抑着怒火的平稳的复述声，每一个字都录得清清楚楚。从感觉有人跟踪开始，我每天出门都会先对着他说时间、地点，然后让他一直转。电池很经用，他伸出手用力抱了抱我。
你比我想的还要强大。我没说话，只是更紧地回报了他。强大吗？不过是生活逼出来的。风声鹤唳，那封信之后，陆远征似乎尝到了甜头，或者说他以为我的沉默是怯懦，骚扰变本加厉。几天后的傍晚，我下班走到厂门口，远远就看见一个穿着破旧中山装的瘦高身影站在厂对面那棵老槐树下，直勾勾地盯着厂门。是陆远征，3年牢狱，他憔悴了很多，背有点佝偻，脸颊凹陷。他看见我出来，立刻穿过马路，径直朝我走来。厂门口还有不少下班的女工，他不管不顾，大声喊起来，声音沙哑刺耳。林书婉，你给我站住！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过来，我停下脚步，转过身，平静地看着他。挎包里的录音机早已开始工作。大家来看看啊，看看这个城里来的大小姐，她骗婚，骗我们陆家的彩礼，把我妈气疯，把我爹克死，把我送进大牢，现在又攀上高枝了。他挥舞着手臂，唾沫横飞，把当年那些污水加上他恶意的想象，一股脑泼出来。周围的女工们窃窃私语，有人惊讶，有人鄙夷，也有人将信将疑地看着我。保卫科的老陈闻声跑出来，想拦他。你别碰我，我说错了吗？他林书婉就是个害人精，你们等着，他迟早把沈云洲家也磕得家破人亡。他的话越来越不堪入耳，几个男工友上前把他往外推，他一边挣扎一边继续叫骂，目光却死死锁在我脸上，想从我脸上找到崩溃，找到恐惧，找到他想要的痛苦。我只是站在那里看着他表演，像看一场拙劣的猴戏，心里除了冰冷的厌恶再无其他波澜，甚至有点想笑。3年了，他一点长进都没有。工友们他们终于把他推搡到了马路对面，他隔着马路还在跳脚骂我，这才转身对旁边几位面熟的女工笑了笑，让各位看笑话了，是我以前没处理好的家事，厂里和派出所都清楚。说完，我不再理会身后的目光和议论，挺直脊背朝家的方向走去，手一直放在挎包里，握着那个还在轻声运转的录音机。我知道这盘磁带连同之前那封恐吓信很快就会派上用场。那厂门口的闹剧像投入池塘的石子，涟漪荡漾了几天，最终归于平静。陆远征没有再在厂门口出现，恐吓信也暂时停了，但那种被毒蛇在暗处窥伺的感觉并未消失。沈云洲托派出所的朋友打听，得知陆远征那次闹事后被民警带回所里教育了一顿，因情节轻微且没有造成实际伤害，拘留了几天就放了，但警告他若再犯必严肃处理，这解释了他暂时的安静。但我和沈云洲都清楚，一条陷入绝境的疯狗不会因为一次呵斥就退缩，他只是在等待或者酝酿更恶毒的方式。深秋的风越来越冷，吹落了枇杷树最后的叶子。沈云洲出差去省城参加一个技术研讨会，要3天，他有些犹豫，我劝他放心去。他出发前把家里的菜刀磨得锋利，检查了所有门窗，又去拜托了对门的刘叔，请他们多照应。我笑他太过紧张，心里却愈贴，有人把你放在心上，细微至此，本身就是最坚固的铠甲。沈云洲走的第2天是个阴沉的星期六，铅灰色的云压得很低，空气又湿又冷。我抱着念琴在屋里玩积木，教他认颜色，他把一块红色积木递给我，我亲了亲他柔软的脸蛋，心里软成一汪水。快中午时，我准备做饭，刚把米淘好，就听见楼下传来一阵不寻常的喧哗，有女人的尖嚎，有男人的呵斥，还有杂乱的脚步声和围观者的议论，声音越来越近，竟像是朝着我们这栋楼来的。我心里一紧，放下米盘，走到窗边，撩开窗帘，一脚往下看，单元门口已经聚了些人，人群中央，一个头发花白凌乱，衣衫褴褛不堪的老妇人正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嚎哭，她脸上脏得看不清模样，嘴角流着咸水，眼神涣散，四肢胡乱舞动，像个失控的提线木偶。是陆远征的娘，那个曾经精明刻薄、算计到骨子里的婆婆，此刻竟成了这副疯癫狼狈的模样。陆远征拽着她一只胳膊，像拖拽一件破烂家具般将她从3轮车上拉下来，又狠狠灌在单元门水泥地上。她穿着那件更显破旧的中山装，脸色是一种不正常的潮红，眼神凶狠，又带着一种破罐破摔的癫狂。她指着地上的婆婆，对着越聚越多的邻居大声控诉：大家都来看看，看看这个恶毒的女人林书婉，把我娘害成了疯子，把我爹活活气死，现在她躲在楼上享清福。林书婉，我知道你在家，你给我下来。婆婆被她灌在地上，似乎感觉不到疼，只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时而咧嘴傻笑，时而惊恐地缩成一团，嘴里念叨着谁也听不清的一语，鼻涕眼泪呼了一脸。陆远征的目的很明显，他要用这副凄惨到极点的景象，用孝道和同情把我逼出来，逼我接手这个烫手山芋，或者至少在众人面前撕下我幸福的生活表象，把我拖回陆家那滩烂泥里，跟他一起发臭。邻居们指指点点，有人面露不忍，有人纯粹看热闹。我放下窗帘，深深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吐出，心脏在胸腔里沉稳地跳动，没有慌乱，只有冰冷的决断。终于来了，而且是用这种最下作也最难缠的方式。念情被楼下的声音吓到，跑过来抱住我的腿。妈妈，我蹲下身，摸摸她的头，把她抱到里屋，打开收音机，调到儿童节目，我亲亲她的额头。宝宝乖，妈妈下去看看，很快回来。安顿好念情，我走到电视柜前，拉开抽屉，拿出那个小巧的录音机，检查了一下磁带，还剩大半，我把它放进外套口袋，按下录音键。我走到门口，没有立刻开门，而是先拨通了厂保卫科的电话，简单说了情况。
况，请他们帮忙联系派出所，又给沈云洲出差住的招待所留了言。做完这些，我才握住门把手，冰凉的金属触感让我更加清醒。我拉开门，走下楼梯，单元门外的声浪扑面而来。陆远征看见我出现，眼睛瞬间爆发出怨毒的光，他猛地拽起地上的婆婆，推搡到我面前。婆婆踉跄几步，几乎扑倒在我脚边，一股难以形容的馊臭味弥漫开来。林书婉，你总算敢出来了，你看看我娘被你害成什么样了，你今天必须给个说法，不然我就带着我娘住这儿不走了。我后退半步，避开婆婆胡乱抓挠的手，目光平静地扫过陆远征激动的脸，又落到婆婆那张扭曲疯癫的脸上。陆远征，你母亲生病，该送医院，送医院，该你照顾，你照顾和你们陆家早就没有任何关系，这是派出所和法院都有定论的事。我的声音不高，但足够清晰，落在安静下来的院子里。陆远征像是被踩了尾巴，跳起来骂：没有关系，要不是你，我能进去，我爹能死，我娘能疯，你就是罪魁祸首，你想撇清？没门！今天你要么拿钱给我娘治病，要么就把她接回家伺候，不然我就让全城的人都知道你林书婉是个多么狠毒的女人。她越说越激动，唾沫星子几乎溅到我脸上。周围的邻居沉默着，刘叔皱着眉想开口劝，被陆远征凶狠地瞪了回去。婆婆被他拽得东倒西歪，突然她浑浊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单元门旁边的水泥墙，仿佛那上面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她开始剧烈颤抖，嘴里发出呵呵的怪声，猛地甩开陆远征的手，向后退去，后背重重撞在墙上。陆远征不耐烦地又想拽她，婆婆却突然爆发出惊人的力气，一把推开她，枯瘦的手指死死抠进墙皮，指甲断裂出血，她却浑然不觉。她仰起头，对着阴沉沉的天空发出了一声凄厉到非人的长嚎，那声音像钝刀反复刮过玻璃，刺得人耳膜生疼。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住了，陆远征也愣在原地。紧接着，婆婆的嚎哭变成了语无伦次的嘶喊：粮，那些粮，公社粮站的粮。守城他背了几口袋，被老张头看见了。他双手抱头，疯狂地摇晃，枯草般的头发沾满了泥土。守城他急了，他推了老张头一把，老张头磕在梁屯的尖角上，倒了血，流了一地，那么多血。守城跑回家，手上身上都是。陆远征脸色骤变，扑上去想捂他的嘴。是他，是远征。他说不能送医院，送了守城就完了，要抓去枪毙。他说把老张头拖到后山去，就说是他自己喝多了摔的。他手舞足蹈，比划着推搡的动作，眼神惊恐万状，仿佛那天的惨剧就在眼前重演。娘，你胡说什么？你疯了吗？陆远征厉声嘶吼，脸孔扭曲，狠狠一巴掌扇在婆婆脸上。婆婆被打得偏过头，嘴角渗血，却好像感觉不到疼，反而咯咯怪笑起来，眼神涣散，却又在某个瞬间凝聚起一种回光返照般的诡异清醒。她盯着陆远征，声音忽然压低，却更加清晰，字字器械。老头子吓得一夜没睡，就知道抽旱烟，说咱家完了。疯子，说的都是疯话。我没疯，我记得远征你说过，打死也不能说出去。说完，他身子一软，沿着墙壁滑坐到地上，眼神重新变得空洞，咿咿呀呀地唱起了不成调的儿歌。小兔子乖乖，仿佛刚才那石破天惊的指控只是众人集体的一场幻觉。陆远征僵在原地，脸上血色褪尽，惨白如纸。他看看瘫坐疯笑的娘，又看看周围邻居惊骇鄙夷的目光，猛地发出一声困兽般的低吼，双眼赤红，朝着婆婆扑过去。看那架势，竟像是要掐死这个当众揭穿他最深重罪行的亲生母亲。场面一片混乱，状若疯癫的陆远征被众人制住，徒劳的挣扎。他看看瘫坐疯笑的娘，又看看周围邻居惊骇鄙夷的目光，猛地抬头看向我，那目光钉子一样扎在我脸上，里面充满了绝望和滔天的怨恨。他知道全完了，他弟弟身上背了人命，而他是帮凶，这比任何骚扰恐吓都要致命千百倍。而我一直静静站在那里，手放在外套口袋里，紧紧握着那台微微发热的录音机，磁带走动的沙沙声，此刻听来如同命运齿轮咬合的轻响。我抬起眼，看向面如死灰的陆远征，声音平静无波：陆远征，你都听见了。他浑身一颤，猛地抬头，嘴唇哆嗦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远处终于传来了警笛声，由远及近，尖锐地划破了凝固的空气。警笛声由远及近，最终停在单元门外。2名穿着制服的民警拨开人群走进来，目光扫过瘫坐在地上兀自傻笑的婆婆，又落在面如死灰、浑身僵直的陆远征身上，最后看向我。其中一位年纪稍长的民警我认识，姓赵，之前来厂里做过安全宣传。怎么回事？我还没开口，周围的邻居已经七嘴八舌说起来，让陆远征像是被这句话惊醒，猛地抬头，眼神慌乱的闪烁，抢着辩解：民警同志，别听他们胡说，我娘疯了，她说的都是疯话，不能当真的。是这个女人，她欺负我们孤儿寡母。赵民警抬手制止了他，目光沉稳地看向我。林书婉同志，你来说说情况。我从外套口袋里取出那个还在微微发热的录音机，按下停止键。同志，刚才所有的对话我都录下来了。另外，之前陆远征多次到厂门口对我进行辱骂、诽谤，在小区投放匿名恐吓信、跟踪骚扰，我都有部分录音和实物证据。今天的事情是长期骚扰的升级，而且刚才他母亲提到了一桩很多年前的命案，涉及他弟弟和他本人，我认为需要
要严肃调查。我的声音平稳清晰，将事情条分缕析。陆远征的脸色随着我的话一点点灰败下去。赵民警接过录音机，看了看，神情严肃起来。涉及命案，你确定？我不确定，我只是转述刚才他母亲的原话，但真假应该由你们调查。录音里很清楚提到了时间、地点、被害人以及帮凶。赵民警点点头，对同事使了个眼色。年轻民警上前示意陆远征跟他走。陆远征挣扎着嘶喊：“我没帮凶，那是我娘胡说。”但无人理会。赵民警又看了看神志不清的婆婆，这位老人也需要带走，做个笔录和情况鉴定。林书婉同志，也麻烦你跟我们去所里一趟，详细说明情况，提供一下你刚才提到的其他证据。我点点头，转身上楼，跟对门的留神简单交代了一下，请他帮忙照看一会儿念情，然后拿起早就准备好的一个文件袋，里面是恐吓信原件，还有我记录陆远征每次骚扰时间、地点情况的笔记本。下楼时，婆婆已经被扶上警车，陆远征也被带上另一辆警车，我坐上副驾驶，该来的总要来，该断的也必须断个干净。在派出所做完笔录，交出所有证据，又听了一遍录音。赵民警的眉头越皱越紧，他告诉我，如果录音内容属实，这就不再是简单的治安纠纷或骚扰案件，他们会立即向上级汇报，并联系当年梁战所在的乡镇派出所调取原始卷宗，重新调查。至于陆远征，目前因涉嫌寻衅滋事、侮辱诽谤以及其母证词中涉及的包庇罪嫌疑，需要刑事拘留。从派出所出来，天已经黑透了，秋雨淅淅沥沥的落下，打在脸上冰凉。我裹紧外套，快步走回家。留神把念情照顾得很好，已经喂了饭，洗了澡。小丫头玩累了，在我怀里蹭了蹭就睡着了。我把她放进小床，盖好被子，坐在床边看了很久。她睡得香甜，对即将到来的风暴一无所知，这样很好。电话铃响了，是沈云洲，他从招待所打来的，声音里带着压抑不住的焦急。舒婉，我刚收到留言，你没事吧？念情呢？到底怎么回事？我把下午发生的事情简明扼要地告诉了他。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只能听到他略微沉重的呼吸声。我明天一早最早的班车回来，不，我看看有没有今晚的车。别，云洲，工作重要，而且这边有警察处理了，你安心开完会，家里没事。念情睡了。他又沉默了几秒。早点睡，锁好门，谁叫都别开，我马上就回。挂了电话，屋里重新安静下来，只有雨点敲打窗棂的声音。一天后，沈云洲风尘仆仆地回来了，一进门就紧紧抱住了我和念情，力道大得我有点疼，但他身上熟悉的温暖气息让我彻底安心。他仔细听了后续，派出所那边来了消息，婆婆的司法鉴定结果出来了，间歇性精神障碍，但在陈述杀人事件时被认定为意识相对清醒期，证言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加之当年卷宗确实存在诸多疑点，县局已经决定并案侦查，重新启动调查，陆远征的罪名可能升级，但这一切都还需要时间。沈云洲回来的第二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正吃饭，门外忽然传来粗暴的砸门声，不是敲，是砸，砰砰作响，伴随着男人醉醺醺的叫骂。林书婉、沈云洲，开门！你们这对狗男女，给老子开门！我知道你们在给老子开门！我知道你们在里面。我和沈云洲对视一眼，他示意我和念情进卧室里去，我摇摇头，把念情抱进卧室，关上门，低声哄他：“宝宝不怕，爸爸妈妈在。”然后走到沈云洲身边，他脸色沉静，对我微微点头，走过去，一把拉开了门。门外，他看到沈云洲，咧嘴露出一个扭曲的笑：“哟，沈大工程师回来了，缩头乌龟当够了。”他推开沈云洲，试图挤进来，被沈云洲用身体挡住。你们想干什么？干什么？讨个公道。沈云洲，我告诉你，这女人克夫、克家，还有你，林书婉。别以为有警察吓唬我就完了，我弟那事儿死无对证，你想凭一个疯子的话弄死我，做梦！他越说越激动，手指几乎戳到沈云洲脸上。你不就是个臭画图的穷酸工程师吗？有点工资了不起？我告诉你，今天你要么拿钱出来赔我家的损失，要么我就让你在这厂里，在这城里彻底待不下去。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就是陆哥，跟他废什么话？不给钱就砸。沈云洲的脸色彻底冷了下来，他往前踏了一步，将我和门完全挡在身后。他的身形并不是特别魁梧，但此刻站得笔直，像一堵沉默而不可逾越的墙。陆远征，你的案子法律自有公断，至于我和舒婉的生活，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我告诉你，沈云洲今天不拿出500块，少1分我就天天来闹，闹得你一家鸡犬不宁。我看你这穷酸工程师能糊他到几时？就在他话音落下的瞬间，楼梯上传来不紧不慢的脚步声，脚步声沉稳从容，与这喧嚣混乱的场面格格不入。众人下意识回头，只见3个人从楼梯转角走了上来，为首是一对年约50、60岁的夫妇，衣着看似朴素，但质地考究，气度雍容。尤其是那位先生，戴着金丝边眼镜，目光深邃平和，却自有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势。落后半步的是一位提着公文包、穿着深色西装、表情严肃精干的中年男子。陆远征愣住，疑惑地看着这几位不速之客。沈云洲看到他们，似乎也微微怔了一下，随即他侧身低声唤了一句：“爸妈，你们怎么来了？”这一声像一道惊雷劈在陆远征头上，他张着嘴，看看沈云洲，又看看那对气度不凡的夫妇，脸上嚣张的表情一点点碎裂，取而代之的是难以置信的惊愕。沈父目光淡淡扫过陆远征和他身后的地痞，那目光并不锐利，却让陆远征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半步。
沈父点点头，脸上没什么表情。他看向身旁那位西装男子，李律师，麻烦你。那位李律师上前一步，从公文包里取出几张纸，声音平稳专业。陆远征先生，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以及公安机关正在侦查的案情，你涉嫌长期对林淑婉女士进行跟踪、恐吓、诽谤，今日更纠集他人上门滋事、敲诈勒索，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这是公安机关对你父亲涉嫌故意杀人一案以及你涉嫌包庇一案立案侦查的通知书复印件，你可以看一下。陆远征呆呆地接过那张纸，手指抖得几乎拿不住，白纸黑字，鲜红的公章刺得他眼睛生疼。他猛地抬头看向沈云舟，眼神里充满了疯狂和不解。你到底是谁？沈府轻轻抬手制止了李律师继续解释，他看着陆远征，语气平静无波，却带着千钧之力。我是云舟的父亲，陆先生，多行不义必自毙，好自为之。说完，他不再看陆远征，目光转向我，眼神瞬间柔和下来，带上长辈的关切。舒婉，没事吧？受惊了？我摇摇头，喉咙有些发堵。有些发堵。爸妈，我没事，谢谢你们。沈云舟的母亲，一位容貌秀雅、气质温婉的妇人，走过来轻轻握住我的手。孩子，有我们，有云舟，谁也不能再欺负你。她的手温暖干燥，带着淡淡的书香气息，让人心安。这时，楼下再次响起警笛声。很快，2名民警上楼，是赵民警和他的同事。赵民警看到沈父沈母，点了点头。沈先生、沈夫人，你们好，我们接到报警，有人上门滋事、敲诈。他的目光落在陆远征和那2个面如土色的地痞身上。陆远征，又是你，跟我们走一趟吧，这次恐怕没那么容易出来了。陆远征像是被抽走了所有骨头，瘫软下去，被民警架住。他最后回头看了一眼，目光掠过沈云舟平静的脸，掠过沈父沈母沉稳的身影，掠过李律师手中厚厚的文件，最后是我平静无波的眼神。他咧了咧嘴，想说什么，却最终什么声音也没发出，像一条断了脊梁的蜡皮狗被拖了下去。那沈父对赵民警道了谢，目送他们离开，然后转身对我们温和地笑了笑。进屋说吧，别吓着孩子。沈云舟父母的突然到访，像一阵温煦的风，吹散了连日笼罩在家中的阴霾。他们带来的不仅是解围的及时，更是一种沉静而强大的支撑力量。进屋后，沈母先去卧室看了看熟睡的念晴，轻轻给他掖好被角，眼里满是慈爱。回到客厅，沈父示意我们坐下，李律师将公文包放在一旁，安静地坐在稍远的位置。云舟在电话里简单说了情况，我们放心不下，正好手头的事处理完就过来看看，没想到正好碰上。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带着长辈的审视，但更多的是温和的关切。舒婉，你受委屈了。我摇摇头，想说什么，喉咙却有些发梗。沈云舟握住我的手，接过话头，将陆家从提亲开始的算计，到后来的虐待逼迫，以及我如何发现信件，如何在宴会上揭穿，最终导致陆远征入狱、陆家败落的经过，简明扼要但清晰地讲述了一遍，也包括陆家掩埋的命案线索。沈府静静听着，手指在膝上轻轻点着，听到陆远征出狱后一系列的骚扰，甚至今日上门敲诈时，他眉头微蹙，但神色始终平静。沈云舟讲完，客厅里安静了片刻，沈府缓缓开口：人生在世，难免遇到宵小。舒婉，你做得很好，有勇有谋有分寸。云舟，当初你执意从省城到这里做普通工程师，在这儿工作、生活，甚至结婚。我和你母亲虽然尊重你的选择，但始终担心，怕你受委屈，也怕亏待了舒婉和孩子。如今看来，你们把自己的日子经营得很好。爸妈，我和舒婉在一起是为了她这个人本身，其他的都不重要。上的话语没有居高临下的施舍，只有平时温暖的接纳与规划，像冬夜里突然围拢过来的炉火，一点点烘干了我心底最后一丝因往事而产生的隐约湿冷。我低头，眼泪猝不及防地掉下来，砸在我俩交握的手上。沈云舟默默收紧手指。沈云舟父母住在了厂招待所，李律师则连夜返回省城。临走前，他留下了联系方式，让我和沈云舟有任何法律上的需要，随时可以找他。风波似乎随着陆远征的再次被捕骤然平息。我也知道，法律的齿轮一旦开始转动，就不会轻易停止。听到判决消息时，我正在厂办核对报表，手指在算盘上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噼啪的算珠声清脆利落，像为这一切画下的句点。心里没有太多波澜，只有一种果然如此的平静。他这辈子最想要的城市户口体面、工作安稳日子，到头来一样没捞着，反倒把自己和家人全都拖进了深渊。陆守成在南边不知所踪，他的余生只剩下东躲西藏的生活和数不清的逮捕令。陆小晴跟着酗酒的丈夫，日子艰难，再也无力掺和陆家这潭彻底发臭的泥沼。所有与陆子相关的阴影，仿佛在一夜之间被扫进了垃圾堆，生活重新走上了阳光明媚的轨道，而且比之前更加坚实温暖。沈云舟父母在城里住了1周，沈母烧得一手好菜，温柔地教我做了几道省城的特色点心。他们没有提出任何要我们改变现状的要求，只是让我们知道，无论我们选择留在当下这个小城，还是去往更广阔的天地，身后都有坚实的退路和托举的力量。他们离开那天，我去车站送行，沈母抱着念晴亲了又亲，舍不得放手。沈父看着我，目光温和而深远。舒婉，这里很好，云舟选择你很好，有空常带念晴回省城住住，那里也是你的家。我重重点头。爸妈，路上慢点，我们会回去的。火车开动，渐行渐远。我站在月台上，看着它消失在铁轨尽头，心里充满一种踏实的暖意。我不是孤身一人了，我有云舟，有念晴。
是孤身一人了。我有云州，有念情，还有爱我的家人。秋去冬来，春节前夕，我和沈云州带着念情第一次踏上了去往省城的火车。我看着他们父女俩，嘴角不自觉地上扬。沈家在省城的房子，在一片安静的学区里，是一栋带着小院的2层小楼，青砖灰瓦，院子里种着腊梅，正凌寒开着，香气清冽。沈母早早等在门口，见到我们，忙不迭地把我们迎进去。屋里暖洋洋的，布置得典雅舒适，书香气很浓。沈父从书房出来，笑着接过我手里的大包小包，又抱起念情。那顿团圆饭吃得温馨而热闹，念情成了绝对的中心。沈父沈母的宠溺几乎要溢出来。饭后沈母带我看了给我们准备的房间，宽敞明亮。除夕夜，我们一起包饺子、看春晚、守岁，跟我爸妈打电话问好。当0点的钟声响起，外面传来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时，沈云州悄悄握紧我的手，在我耳边轻声说：“新年快乐，舒婉，以后每一年我们都一起过。”我靠在他肩上，看着身边笑着。我们都一起过。我靠在他肩上，看着身边笑着给念情包橘子的沈父沈母，看着窗外绚烂偶尔划破夜空的烟花，心里被一种饱胀的幸福填满。那是一种扎根在踏实土壤里，抽枝发芽，迎着阳光肆意生长的幸福。在省城住了半个月，我们才返回小城，生活继续，日子如流水，平静向前。厂里的工作按部就班，沈云州的项目获得了部里的表彰，他依然低调勤恳。我成了厂办的小组长，工作琐碎但充实。念情上了幼儿园，聪明伶俐，人见人爱。又是一个寻常的周末午后，阳光很好，我坐在窗前，给沈云州织一件春天穿的薄毛衣。念情在客厅里玩小皮球，笑声像银铃一样清脆。我偶尔还是会想起刚嫁到陆家的那些日子，想起那碗浑浊的刷锅水，想起婆婆刻薄的眼神，想起陆远征虚伪的保证，想起那间冰冷的新房。那些画面如今想起，竟遥远的像上辈子的事，再也激不起心底半分涟漪。它们不再是噩梦，只是一段已然愈合的旧疤痕。阳光透过玻璃窗，暖融融的照在身上。我放下织了一半的毛衣，站起身，走到念情旁边。念情抱着皮球跑过来，扑进我怀里，小脸跑得红扑扑的。沈云州也放下书走过来，很自然地接过我手里的毛衣。累了就歇会儿，眼睛要紧。我笑着摇摇头，弯腰抱起念情，指着阳台上那株沈云州去年移植来的葡萄藤，对他说，也对过去的自己说：“你看，春天来了，它又要发新芽了。”沈云州走到我身边，与我们并肩而立，一起看着那株在冬日积蓄力量、等待勃发的葡萄藤。女儿伸手抓他眼镜，他不躲。阳光照在我们几人身上，暖洋洋。我又想起新婚夜的梦，我变成驴，蒙眼在磨坊转圈，怎么走都走不到头。可现在我不是那头驴了，我睁开眼睛走出了磨坊，外面的天很大，路也很长。在挣脱了那具蒙眼的驴的躯壳，一步步走出那间阴暗的磨坊后，我的春天才终于来了，并且再也不会离去。